原生 1080P 的分辨率，850安时流明，原生 4K 解码，最重要的是没有广告。前几天呢，给大家介绍过太捷的 V40 Pro 电视盒子，那这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太捷另外一个最新的产品——太捷 VBox T1S 投影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金水神异能，我是金水。好，我们首先开箱，我们看到产品的包装呢，整体为白色，那侧面呢是产品的使用场景以及产品的一些各类信息。好，我们现在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包装里面放的是产品说明书，那下面呢就是投影仪的本体了。这里面使用了2块海绵进行保护，那其他的配件呢则独立放在侧面的盒子里。配件的盒子里面呢携带了遥控器跟电源线。跟电源的适配器，2节7号的电池，有电池，好评。遥控器呢跟电视盒子遥控器呢差不多，除了常规的功能键之外，还有镜头调焦投影仪的专用键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款投影仪的外观。那整体的大小呢，看起来呢还算是小巧，它的重量呢在1.88千克。那这种体积跟重量，那使用起来呢，正常人是没有什么负担的。机身本身呢用了灰白色的设计，那上半部分呢采用了白色的 ABS 材料，那下半部分呢则采用了布艺的设计，那整体的造型还是比较有特点的。那顶部的实体按键呢采用了硅胶包裹，耐磨防脏，那按键的反馈呢非常明显。那其中的功能键包括电源、回退、方向键、确认键跟镜头调焦的按键。那非常可惜呢，就是没有音量的调节按钮，还有菜单的按键。那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脱离遥控器来直接操作。那背面呢，从上到下呢，分为2个 USB 2.0 的接口，一个极为先进的3.5毫米的音频接口，一个 AV 接口，一个 HDMI 的2.1高清接口，还有一个 DC 电源的接口。内置了2个5瓦的高品质的立体扬声器喇叭，支持5.1声道的环绕立体声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背面有4个小支脚，它可以非常方便的让你将画面直接投影到天花板。可以躺到床上看，是非常爽的。底部的支脚呢有4个防滑的圆形的脚垫，中间呢则是一个标准的1/4螺丝孔啊，非常方便，可以安装在各种的挂架跟支架上。好了，那这个机器的外观咱们就已经介绍完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硬件的部分。太捷 VBox T1S 采用的芯片呢是京晨的 T927 电视芯片，那4核 A55 架构，主频呢是在 1.9G 赫兹，集成了 G31的图形处理器。支持 4K 解码，芯片最高呢支持 8K 24P 的 VP9 的解码，2G 的内存跟16G 的存储空间。系统本身呢是安卓 9.0 啊，虽然说相对比较老的版本了啊，但是呢基于该系统的深度定制的 tvOS， 在使用起来呢还是非常流畅的。这次的网络呢使用了 2.4G 跟5G 的双频段 WiFi， 蓝牙呢 2.4 的版本，在 2.4G 的 WiFi 环境下，下载速度为 64.54 兆，上传呢为 41.48 兆。而在 5G 的 WiFi 频段下，下载速度呢 126.24 兆，上传呢是 59.13 兆。这款机器呢采用了自研的全封闭式光机技术，大大降低了进灰的概率，从而提高了使用性能以及产品整机的使用寿命。镜头模组采用的是全透镀膜高清玻璃镜头加电动马达的组合，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对焦跟自动梯形矫正。LCD 的投影技术可以达到1080的物理分辨率，你可以在 3.25 米的距离直接投射出100英寸的画面。那镜头下面呢是大面积的散热孔，在使用的时候呢，内部的风扇发出的声音呢非常的微小，就算在夜晚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吵，那基本呢不会对你的观影产生任何的影响。太捷 VBox T1S 整个操作系统采用了自家的0级系统，那号称呢永远没有广告，使用起来呢跟电视盒子基本上是一致的。那整体的界面呢分区非常清晰，操作呢也比较简单，这老牌的软件厂商呢基本呢没什么毛病。在我们拿到手的这1个多月的实际使用中呢，太捷 VBox T1S 离墙2米左右呢可以投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效果啊，不过它的投影画面呢整体稍微有点偏下，那你要把它放到桌子上投影的时候呢，角度会有点偏低，所以呢最好是能垫高一些，或者是装上一个可以调节高度的三脚架，这样就比较好。那自动对焦跟自动梯形矫正的功能呢，其实非常实用，但是呢，在某些场景下呢，微调还是稍微欠缺一点的，你需要手动再微调一下，才能够达到满意的效果。在白天室内不拉窗帘的情况下使用，外面的光线会对画面造成一定的影响。虽然说是可以看清楚，但是呢，效果不是很好，只能说勉强能看。而在黑暗的环境下使用，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。非常建议大家在
关灯之后使用。使用腾讯Neo极光视频登录之后呢，可以打开 4K 真彩视听。而使用奇异果的会员呢，是可以开启真奇硬化。太极自家的会员跟腾讯的会员是通用的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感觉还是不错的。我们也可以通过 Emoton 安装油管、奈飞、Disney Plus 等海外的应用。在使用奈飞跟 Disney Plus 的时候呢，用遥控器是无法打开菜单跟搜索的。由于安装的是 Smart YouTube， 所以呢，它的最高画质只能到 1080p。本地解码呢，我们使用的当被播放器播放本地的 4K 视频，除了一些 4K Atomos 的影片的片源，它的声音是无法正常解析的之外，其他的 HDR 跟 IMAX 片源，不管是声音还是画质，都是可以正常的播放的。色彩映射呢也是非常的正常，并不会出现卡顿的情况。而机器自带的5.1声道的效果呢，相比其他的投影仪呢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在这儿呢，给大家放一段音乐，大家自己感受一下。个人感觉呢，这个音响效果还是不错的。用它来看大片呢，是不用外接 Soundbar， 而且呢有非常不错的声场效果。除了使用它观看电影之外呢，你还可以使用它来打游戏。我们可以用 HDMI 线接 Switch， 把画面直接投到大屏上，在大屏上玩游戏的感觉呢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整个游戏过程看起来呢非常的壮观霸气，游玩的时候呢也不会出现画面的撕裂的情况。虽然呢有一些轻微的延迟，但是呢好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你把它当一个100寸的巨屏外接显示器来用呢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好，总结。那以上呢就是我在使用这台投影仪在1个多月左右这个时间的一个感受了。在整个的机器的使用过程中呢，不管是我自己呢，还是我公司的小伙伴，都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体积又比较小，重量又很轻，放在家里呢又不会占有太大的空间。那整体的外形呢，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有新意的。在黑暗的环境中使用呢，它可以达到最好的一个使用效果。平时使用它，不管是追剧还是看电影，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虽然说呢，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啊，就比如说自动对焦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抽风啊。T 型矫正呢并不是很准确，那希望厂家呢可以后续的进行优化和改良。那不到2000元的价格，原生的1080p 的分辨率，那在这个价位段上拥有一个100寸以上的屏幕呢，我觉得它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。现在你要买个100寸的电视，那最便宜的话也要3000到4000块钱左右，而且呢是非常不方便移动的。那个人觉得呢，对于租房的小伙伴，或者是没有固定位置来放电视，又想体验大屏效果，那这一类的小伙伴呢，我觉得入门级的投影仪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好，那到这里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，或者这期视频有帮到你，那就麻烦大家给个3连。YouTube 小伙伴呢，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。你的每一次点赞、评论和转发，都会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。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，我是金水，咱们再见。